据相关人士爆料称，中国第3艘航母即将下水，同时这艘航母将使用的是电磁弹射系统，于是就有不少人好奇，中国明明是弹射器领域的小白，怎么一下子从前2艘的滑跃式航母跨越到电磁弹射航母了？究竟中国克服了哪些困难呢？自新世纪以来，中国在航空母舰的技术发展上简直是突飞猛进。目前已有2艘航母已服役，分别是辽宁号与山东号。而航母被视为是现代海战的核心，其关键就在于航母作为舰载机平台，可夺取制空权。可以说，现代战争就是对制空权的争夺。因此，航母的价值无法替代，这也是一些有实力的大国着重于发展航母的原因。对于航母来说，各种舰载机能最大程度发挥它的战斗作用，因为舰载机能适应多种海洋环境，可以对地面、海上甚至空中目标造成强有力的打击，具有很强的战斗力。所以，舰载机的起飞能力和效率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航母编队的作战能力。众所周知，目前的舰载机有这几种起飞方式，分别是滑跑起飞、弹射起飞以及垂直起飞。其中滑跑起飞是在末端翘起的甲板上直接加速获得升力来起飞，类似于飞机起飞。弹射起飞是利用弹射器助推，使飞机获得更高的加速度，这样对甲板的长度要求得以降低，但对舰载机的强度要求会升高。垂直起飞是利用向下高温高速气流的喷射，获得向上的反作用力直接起飞，但是起飞时需要大量燃料，效率低且安全性低。所以这样对比之下，弹射起飞比滑跃起飞和垂直起飞有很多优势。正是因为如此，弹射起飞也成为很多有实力的国家想突破的技术难点，自然中国也不例外。我们知道，中国前2艘航母采用的是滑跃起飞，第3艘航母将是使用电磁弹射系统起飞，同时也就是最接近美国核动力的超级航母。所以它们无论在吨位尺寸上，还是在使用电磁弹射技术上都是非常接近的。而唯一不同的是，中国的第3艘航母采用的依旧是常规动力，并非核动力。此前就有美国科学家做实验，电磁弹射器加速舰载机100公里只需要1秒，其效率远高于滑跃起飞以及蒸汽弹射器。然而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国的003航母作为常规动力，居然用上了电磁弹射系统。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在过去很多人的认知中，常规动力航母的优势是比不上核动力航母的。所以常规动力的航母真的就带不动电磁弹射器吗？很显然不是，因为从物理层面上来说，驱动电磁弹射器与是否采用核动力系统并无关联。据了解，核动力航母是利用核裂变反应产生的巨大热能来燃烧锅炉中的水和蒸汽，再通过这些蒸汽来驱动汽轮机运转，然后推动螺旋桨来让巨大的航空母舰实现运动。既然如此，电磁弹射的动力来源于哪里呢？其实不少人认为，电磁弹射的动力是来源于发动机带动的电动机，或者是全电推进的电力管理分发的。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电磁弹射的直接电源是其本身的超大容量电容，它是靠较长时间的低电流充电，然后在电磁弹射时，在很短时间内大电流放电，给电磁弹射系统输出功率。因此，只要能同样带得动相同功率的发电机，那么核动力航母能做到的电磁弹射能力，常规动力航母也可以。话虽如此，不过电磁弹射的技术难度也非常高，想要克服并非容易之事。简单的举个例子，在大载荷高速度的舰载机弹射情况下，肯定要求直线电机产生足够大的推力，这样才能满足弹射器的性能指标。因此，电磁弹射不是仅仅要求动力系统的输出推力大，而且还要提高推力的稳定性，防止对舰载机和其上的各项精密设备的损伤。所以在大载荷低初速的飞机电磁弹射情况下，需要求弹射器具有很高的效率和推力体积比，这就需要成熟的直线电机技术。因此，电磁弹射器不仅要求直线电机的输出推力足够大，还需要推力波动尽量小，以防止产生的冲击和过应力对飞机及相关设备造成损害。然而，提升直线电机推力性能和抑制其推力波动是重点研究的内容。
其关键技术就在于电机本体的优化设计和高性能的控制方法。除此之外，电磁弹射还能对储能技术、电磁屏蔽技术具有很高的要求。我们也就不难看出，对于核动力供电的优势毋庸置疑，效率高，稳定性强，因此决定了核动力适合电磁弹射系统。但动力系统并非是关键，假设常规动力也能拥有高效的电力系统，解决了上述2个问题，照样能实现安装电磁弹射系统。只不过唯一的问题就是，此前没有任何国家这么尝试过，就连美国也没有。那么中国又是如何克服的呢？其实中国还没有改造瓦良格号的时候，就有过想要掌握电磁弹射技术的想法了。心动不如行动，于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马伟明带领着他的团队攻克了这项技术。他研制的舰船发供电系统中压直流综合电力系统比美国领先了整整1代，被认为是实现全电军舰的核心技术。在马伟明院士经过了多次的试验，终于研制成功小型样机，接着又做出了1:1单元设备样机，突破了全部关键技术，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2个掌握电磁弹射的国家。这耗费的时间仅仅只有美国1/3。除此之外，相较于美国的中压交流系统，中压直流系统优势有很多。据了解，直流配电更容易实现不同区域之间的隔离，安全系数更高，线路更少，布线成本更低，对线路的绝缘要求更低。同样质量的铜线，直流电可以多传输1/5的电能，功率密度更高。这就使得中压直流系统相比较中压交流系统，功率与稳定性更强。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当初为了验证新航母用电磁弹射系统是否可行，整个建造工程还暂停了半年。可以说中国人这次相当冒险，但好在结果是好的。就算和美国的电磁弹射技术相比，马伟明院士也表示，中国航母舰载机弹射起飞技术完全没有问题，甚至不输美国。目前中国中压直流能量转换的效率达到90%以上，能使未来航母上的电力十分充足，可以保证舰载机和其他重型特种机型的正常起飞。连美国人也没有做到的事情，中国人只花了20年的时间实现了弯道超车。看来美国又要坐不住了。当然，就目前而言，美国依然是航空母舰技术最发达的国家。毕竟美国已经有100年的航母经验，而中国也只是从新世纪以来才开始接触航母。中国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进步之快。有分析认为，003航母并不会是中国航母发展的终点。中国已经计划建造一艘真正的核动力航母，届时中国航母的水平将可能真正意义上赶上甚至超越美国。